你以为只是累，其实是桥本在悄悄失控啊。最近这些年得桥本甲状腺炎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女性居多啊。我去仔细看了一下材料，男女的比例啊7:1啊，女性7，男性1啊。女性的高发呢，一般来说都是在产后或者是绝经期高发。确确实实，最近桥本发病率非常的高。它发病的背景可能的因素呢，有哪些呢？第一个是遗传的背景啊，桥本有明显的家族聚集性，所以它的遗传性啊是比较清晰的。但是有桥本的这种基因不是最近这几年才出现的，所以不能够单纯靠基因的方式来解释说越来越多是怎么形成的了。我们可以看一看其他的机制啊。第二个呢，重要的事情呢，就是环境跟饮食的变化，这个可能性很高的。第一个就是食用点啊，营养的变化。因为以前呢，交通不方便，有时候海产品啊，一般人吃到的机会比较少，所以那个时候缺碘的现象比较严重。现在呢，普遍来说，因为盐里面加了碘，然后呢，海产品呢也比较容易取得了，所以碘的摄入量反而有可能太多了。碘摄入过量，如果你带这个基因的话，那就有可能触发这个免疫反应，加重桥本的可能性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饮食结构现代化了。所谓的饮食结构现代化是精加工食品了，精炼的植物油了，高糖饮食了，导致慢性炎症。如果本来就有这个基因，桥本是一个自体免疫性的疾病嘛，所以如果说你慢性炎症比较严重，你免疫就容易失衡，那么有可能呢它是高发病的一个原因。再来呢，还有哪些可能性呢？目前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里面，空气污染啦，重金属的污染啦，农药啦，塑化剂啦，这些都可以给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长期的刺激。还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微量营养素的缺乏。如果呢身体缺少硒，如果身体缺少锌，如果体内的维生素 D 水平比较低，在甲状腺的保护上面呢，它这些营养素是很重要的。但是现代人呢，这些营养素呢普遍不足。所以有可能也是一个桥本呢高发的一个可能性的原因，就是微量营养素缺乏，发作率比较高。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检查的手段比较普及，大家经常去体检，以前即使有桥本没有发现，所以现在常规体检的时候都会包括了 TSH 啦、FT4 啦，还有抗体的检查，所以诊断率呢也比以前提高了。所以这个是目前我们搜索到的大概在现在这个年代桥本甲状腺炎发作率大幅度提高的可能原因。那桥本甲状腺炎给我们带来的后果究竟是什么呢？它是一种自体的免疫性的疾病，它是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了我们自己的甲状腺细胞，导致了甲状腺慢性炎症，这个疾病叫做桥本甲状腺炎。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因为甲状腺的细胞经常的被攻击，甲状腺的功能慢慢的就会下降，很多的患者呢到最后会发展成为甲减，甲状腺功能减退。这个桥本甲状腺炎呢，它的隐匿性很高，它的症状有的时候不够明显，可是等到真正甲减的时候，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已经挺晚的了。所以平时我们作为平常人，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身体的信号，是不是比较容易疲劳了，即使睡够了还是精力不够啊，或者是怕冷啊，别人都觉得很正常，就自己一个人冷啊。体重很难控制，明明饮食没有吃多，可是呢体重就刷往上走了，皮肤很干燥，容易掉头发，指甲很脆，很容易断。还有呢肠胃的问题的便秘啦，或者是排便次数变少了，情绪容易低落，容易焦虑，甚至于有一点轻度的抑郁，嗓音变粗了，沙哑了。这些现象如果有好几个同时出现在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孩子身上的话，下一次去检查身体的时候，不妨增加一个甲状腺功能检查。这个是我们可以预先看一看自己周围的家人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比较容易被忽略的，而且比较重要的是产后的女性啊，特别要注意这些方面的症状，因为产后半年到1年是桥本跟甲减的高发期。所以这个时候呢，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我们在很多时候听到有很多人来问我们，桥本的同学或者是甲减的同学适不适合做生酮饮食？我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非常适合。因为在代谢健康和免疫平衡的角度来说，生酮饮食对于桥本患者或者是甲减的同学呢，它比较有利的地方有几个。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降低慢性炎症。我们首先讲慢性炎症，它的核心的推手啊是高胰岛素血症跟血糖波动或胰岛素抵抗。
高碳水化合物的饮食、精加工食品导致你的胰岛素持续的升高。然后呢 AGEs 就是糖化中产物的增加，促炎细胞的因子的增加。所以生酮饮食是透过降低胰岛素、稳定血糖，从源头就切断了慢性炎症的一个推动力啊。第二个，酮体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抗炎症的信号因子啊。在我们吃生酮饮食，身体燃烧脂肪了以后呢，我们的肝脏会分解出大量的酮体出来。我们身体制造3种酮体，其中有一种酮体叫做贝塔羟丁酸，英文简称 BHB， 全名叫做 beta hydroxybutyrate。这种酮体是我们俗称的血酮。贝塔羟丁酸已经被科学实验证明了，可以抑制，大家听清楚了，抑制 NLRP3 的这一种炎症小体。首先呢，先解释一下炎症小体是什么。炎症小体是细胞里面的蛋白质的一种复合物，它主要存在于先天免疫细胞里面，它是一个免疫的开关，用来识别危险信号。一旦这一个免疫开关被激活了，它就会触发炎症的反应。炎症本来就是我们身体一个免疫反应，但是呢，它是应该是一个短期的把急性炎症处理完了以后，这个开关就可以把它关起来的。但如果说这个开关长期被激活了，那么我们身体就进入了一个慢性炎症的状态，那我们就有可能免疫过激了，所以各种各样的自体免疫的毛病就可能会出现。所以血酮啊，它是可以压制这个炎症小体的过激。哪些因素会触发这个炎症小体过激呢？各位，高血糖、高胰岛素、游离脂肪酸、尿酸的结晶、氧化应激，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促进慢性炎症、胰岛素抵抗、粥样动脉硬化、非酒精性脂肪肝、桥本等等自体的免疫性的疾病。所以如果要总结一下炎症小体是什么，它是细胞里面的炎症发动机啊，它可以感知危险，然后被激活，然后释放炎症的因子、炎症的分子。那么长期如果过度激化、过度活化的话，它就会推动各种各样慢性病的发展了。而生酮饮食的酮体呢，可以踩刹车，这个就是它强大抗炎效果的核心科学依据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改善免疫系统的平衡。那么第3点呢，因为甲减的同学往往都会伴随着体重问题啊，因为减肥非常不容易啊。但是呢，甲减的患者往往体重容易上升嘛，代谢率下降了嘛，所以生酮饮食呢是可以利用脂肪供能，有利于维持或者是减轻体重、改善代谢的状态。所以甲减的人适合生酮的另外一个原因。第4个原因呢，生酮饮食可以支持线粒体的健康，还有支持能量的代谢。所以桥本的患者经常感觉到疲劳，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能量代谢效率低下了。所以呢，生酮饮食可以提供更稳定的能量来源，人会感觉比较舒服，可以改善疲劳感。需要注意的细节有什么呢？在执行生酮饮食的时候，桥本或者是甲减的同学需要注意第一个碘的摄入。事实上，生酮与不生酮，你都需要注意碘的摄入，因为碘过多或者是碘不足，都会加重你甲状腺的问题的。所以你的饮食里面你要注意了，你碘过多、碘不足，这个跟医生给你配的药都有关系，这个事情大家是需要注意的。第二个就是2种矿物质很重要，一个是硒，一个是锌。大家不妨考虑考虑，市面上你可以找得到的皮米硒和皮米锌，因为它的人体利用率高，人体利用率越高，你对它的需求量就越低。像这种矿物质，如果我们摄入量过多，反而有不好的结果，所以要选择吸收率高的，这样子我们对它量的需求不需要这么高。另外一个就是女性的群体了，女性群体在严格低碳饮食的情况下，有可能月经周期可能会混乱，有可能啊，那它会加重甲状腺的负担的，这个东西就要个体化去调整的。另外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桥本的同学或者甲减的同学，如果你正在吃药的话，你需要知道生酮饮食可能会改变你的甲状腺素 TSH 跟 FT4， 它有可能会改变的，所以你需要定期去检查，了解你数据的变化，去追踪。那么最后我们来聊一聊桥本或者是甲减患者的同学服用营养补充剂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第一，矿物质的部分是重中之重，所以从皮米镁、皮米的多种矿物液、皮米锌和皮米硒，各位这是我强烈的建议，就是必不可少的。然后呢，关于抗氧化跟抗炎保护方面，维生素 C 了，生育3烯酚呢，磷虾油 Omega-3 呢，还有呢高剂量的维生素 D3 加 K2， 这些东西对甲减的同学来说是蛮重要，对甲状腺有重大支持的一些营养补充剂。如果说有了这些营养补充剂之后，你还想要有一个比较加强的版本的话，你可以考虑维生素 B 族
你可以考虑姜黄素、槲皮素、碧溶健这一些天然的抗炎的一些营养补充剂。除此之外，就是肠道的屏障，保护你肠道的健康，自己做酸奶。然后每天呢都吃自己家里面做的酸奶，如果你可以把酸奶过滤去吃的话呢，就更加理想了。这个是我可以给有桥本的同学或者是有甲减的同学们做的一些简单的建议，供给大家做参考。